熟悉我的朋友啊，可能都知道7840掌机我是测的生理不适了已经。这不 iNew 好像也知道这件事情，特意借来一台45006的机器。好了，不开玩笑，经过几年的迭代 ，Windows 掌机已经可以畅玩3A 大作了，但是它们的价格依然居高不下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iNew 在2024年的新品，主打低价的 iNew Next Lite， 各个 SKU 的价格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。那么作为老前辈 AMD R54500U 这颗芯片，我确实已经忘记它能玩些什么游戏了。我也很是好奇，现阶段这些新3A 大作，经过深度折腾之后，还能不能在4500U 上跑一跑？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外观设计就是 iNew 的强项，这套外壳曾经是使用在 AMD 5000系 iNew Next 上的，放在2024年的今天看，也还不错，甚至还有点好看。我这台是微风蓝配色，会给人一种十分清新的感觉，有点像 Switch Lite 的风格，外壳材质也非常细腻光滑。猛男上手表示十分喜欢 ，Nice。整体外观满分10分，你给几分呢？与市面上大多数直板冰掌机不同 ，Next 系列的握把部分会宽过屏幕部分，视觉上更像是小平板身上长了2个手柄出来，配合上背部握把的轻微凸起，整机的持握手感还是不错的。但是这个重量700多克，好像是有点魔幻了。跟我带了套的 ROG 有一拼，不过谁让它不到2000呢？好像也可以忍。持握时，食指对于扳机键与肩键的控制比较自然，但是按键与摇杆呈垂直分布，在玩游戏时点按单个按键基本不会误触。如果你想同时按下2颗按键，需要适应一下角度才不会误触。本次屏幕采用了一块7英寸800P 分辨率 IPS 屏，屏幕刷新率60赫兹，是原生竖屏。这个硬件性能配上一块800P 分辨率的屏幕是十分明智的选择。屏幕上下还有一点弧边，过渡还挺自然的。这块屏幕亮度竟然达到了600多尼特，有点惊人。它的色彩表现也还说得过去，检测报告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。另外，在4000分之1快门下可以看到全亮的无频闪，对眼睛比较友好。屏幕触场有些偏绿，校色后光感很不错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校色前后的对比。接口与按键部分，它给了玩家3个 C 口，速率都是10Gbps， 顶部2个，底部1个。除此之外，机身顶部还拥有电源键、音量键以及一个3.5毫米耳机孔。本次电源键不带指纹，扬声器位置位于机身底部2侧，实际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这里对比音质天花板 ROG 掌机。按键与摇杆方面 ，ABXY 十字键、肩键都采用了导电硅胶按键 ，ABXY 按压力度适中，弹性非常饱满，反馈也很明确。十字键弹性也很饱满，可以正常搓招，但是搓招时段落感不清晰，用力按下不会有串键现象。肩键侧面与顶部均可以向下按压，并且触发键值。扳机采用了霍尔线性扳机，键程大家可以目测一下。实测在按压手段与末段序位控制的不错，限制变化也比较均匀，调教不错。摇杆使用了很多玩家都很喜欢的霍尔大摇杆，摇动行程很大，手感顺滑，所有方向都可以向下按压。调教方面也保持了iNew加一贯的高水准，在默认状态下，中心点仅存在一点十分微小的死区，十字方向几乎感受不到死区的存在，调教属于第一梯队。整套手柄配置可以理解为iNew加高端产品的技术下放。除此之外，机身左下方为 Select Start 键，机身右下方为前端呼出按键和自定义按键。玩家可以在 iSpace 中自定义其功能。这几个按键都采用了手感软糯的微动按键。另外，它还内置了双 X 轴线性马达以及陀螺仪，该有的都配上了。配置方面，我拿到的是售价1999元的4500U 16+512G 版本，内存频率运行在4266兆赫兹，硬盘为 PCIe 3.0固态硬盘，实际读写速率如下。网卡使用了英特尔的 HR200， 支持 WiFi 6，电池容量为47瓦时，在低电量关机状态下，充电速率可达35瓦，开机时 C 口最大供电功率可达57瓦左右，实际续航表现后面测试。另外，它也支持蓝牙 5.2， 可以连接各种蓝牙外设。散热表现方面，它内置了单风扇双铜管的散热模组。iSpace 中出厂是默认关闭睿频的 ，TDP 调节部分给到了我们最高32瓦的选项，但是4500U 这颗 CPU 官方给出的可配置的 TDP 区间为10到25瓦，我们就不考32瓦了，意义不大。
实测设置 TDP 为25瓦，单卡 FPU， 此时 CPU 功耗仅有10瓦，跑不上去。打开睿频后 ，CPU 功耗就可以跑到24瓦以上了。此时室温25.5摄氏度 ，CPU 温度最终可以稳定在76摄氏度。在双烤测试中 ，CPU 功耗可以跑满25瓦，但整体温度会有所下降 ，CPU 温度可以稳定在73摄氏度左右。此时的风燃噪音在43分贝左右，集成正片最高温度集中在屏幕右侧黑边处，会来到54摄氏度左右，但握把区域温度控制的还不错。背部温度最高区域集中在散热风道处，在48摄氏度左右，电池区域在45摄氏度左右，而背部握把区域温控也不错。整个烤机过程持续了26分钟左右，可以稳定以上测试数据。游戏体验方面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上强度。首先在幻兽帕鲁中，说实话我没想到它可以玩哈，我们竟然可以用800P 分辨率最低画质，以15瓦 TDP 压榨帕鲁，此时的帧数会接近30帧，续航约2小时左右。如果不限制 TDP， 帧数竟然会来到30帧以上，可以流畅压榨我们的帕鲁，不过续航会在1个半小时以内。在博德之门3中设置 TDP 25瓦，将画质设置到最低，分辨率还是800P， 开启 FSR 2.2 性能档之后还可以一战，帧数在30帧上下，就是帧生成时间稳不住。总体就是能玩但不推荐，续航也只有1小时15分钟左右。另外 FSR 还有个超级性能档，但是开启之后画面太糊了，没有办法自适应。在2077中，同样25瓦 TDP 设置800P 分辨率，手动调至最低画质，开启 FSR 平衡档。在复杂一点的场景中，帧数竟然也能跑到30帧出头，而有些压力比较小的场景中，竟然能跑到40多帧，竟然还可以，但是续航跟刚才的情况是差不多的。在地平线5中设置800P 分辨率，关闭抗锯齿，设置低画质预设。注意，不是极低画质，而是第2档位的低画质预设。在25瓦 TDP 时，相对复杂的场景帧数竟然可以来到50帧左右，好像有点太高了。我们降到15瓦试一试。15瓦也可以稳定在40帧以上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压力嘛。那我们继续降到10瓦 TDP， 好像有点不行了。我们再加上2瓦，12瓦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稳定在30帧以上了。此时的续航可以达到2小时以上，当然还是推荐15瓦游玩，可以兼顾帧数与续航。在老游戏《泰坦陨落2》中，15瓦 TDP 就可以在默认画质预设下以60帧左右的帧数游玩，此时的续航可以接近2小时，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你只是运行一些类似死亡细胞的游戏，可以设置7瓦 TDP， 这个时候就可以稳定60帧运行，续航时间在3个半小时左右，体验也非常不错。整个游戏测试做完以后，实话讲，性能要好于我的预期。我以为它的性能会很拉，感觉在2024年的今天折腾折腾还能一战。总之啊，这就是一款售价低至1699元的 Windows 掌机。当然啊，不知道1699元版本好不好买啊？16加 512G 的售价为1999元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1699元买128G，你连个博德之门都装不下，是需要自己更换硬盘折腾一下的。这台机器除了性能，其他硬件配置能带给你的体验都与当下的 Windows 掌机差不多。最合适的购买它的理由都替大家想好了，前提是你不喜欢买二手，你想要新机器。买它呢，主要来玩一些在你库中吃赛博灰吃了很久的游戏，或是依附送给我们的，但是从未打开过的游戏。我这库里游玩时间不超过半小时的游戏，好家伙，都划不到底。大部分都是一些小型游戏，一些精品独立游戏，还有一些绿色文字冒险、第一人称设计类游戏，或是一些补票的老3A 大作。这些这台 Nex Lite 还是可以胜任的。但是如果你想用 Windows 掌机来爽玩一些当下的热门3A 大作，它并不合适。很多游戏都需要你去牺牲画质与续航来换取帧数，你可以加一点点预算，大概1000左右，就可以获得性能不错的 Steam Deck LCD 版。如果你追求极致的掌机性能，就需要再加很多预算，可以关注一下其他780U、Z1E 甚至是英特尔 Ultra 系列的机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支持一下，记得关注我，我是峰峰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年后再见。